想舒服地享受口爱，却可能引来致命的危机吗？大家好，我是 Suki。在我的专栏里，我听过很多男人和女人在亲密关系里的悄悄话。今天我想跟荧幕前的每一位男性朋友聊一个你们可能不好意思问，但却攸关你和他未来幸福的健康秘密。我们直接切入重点。当我们谈到 HPV， 也就是人类乳突病毒，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什么？是女性要去抹片检查，还是跟子宫颈癌有关？几乎所有的健康宣导都把焦点放在女性身上，这当然非常重要。但你知道吗？当我们把焦点都放在女性身上时，却忽略了一个既残酷又重要的真相，那就是男性的 HPV 感染率其实比女性还要来得高。你没听错，根据许多研究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男性一生中感染至少一种 HPV 的几率是高于女性的。这是不是完全颠覆了你的想象？你以为这主要是女生的事，但数据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为什么会这样？这跟你我，尤其是身为男性的你，到底有什么切身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探究竟的谜底。你可能会想，好吧 Suki， 就算男性感染率高，但我生活很单纯啊，伴侣也很固定，甚至我现在根本没有性行为，总该安全了吧？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想法，也是很多人会有的心理防线。我们总觉得只要自己洁身自爱，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但关于 HPV 病毒，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强。医学上 ，HPV 的主要传播途径确须是性接触，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理论上，这个病毒是可以在环境中短暂存活的。这意味着什么？虽然几率极低，我必须强调3次，但理论上，如果你身体的黏膜组织，比如口腔、生殖系周围，正好有微小的伤口，又接触到残留有活性病毒的物体表面，比如潮湿的毛巾、公共浴池的座椅、不洁的马桶坐垫，仍然存在着接触到病毒的可能性。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天方夜谭？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率趋近于0。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不是要制造不必要的恐慌，让你从此不敢上公共厕所。我想传达的核心观念是，这就像预防流感一样，你走在路上，永远不知道空气中哪一滴飞沫带有流感病毒。你不可能为了预防流感就从此不出门、不呼吸。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是戴口罩，是勤洗手，更根本的是去打流感疫苗，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拥有抵抗病毒的防护力。面对 HPV 也是一样的道理。与其去猜测那些极低几率的环境传染，或是寄望于自己永远不会遇到带有病毒的人，最根本、最有效的策略是回过头来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而这道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了解的主角 HPV 疫苗。所以，这道能保护我们的防火墙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听过它，但对它的理解可能只停留在预防菜花这个层面。如果这也是你的想法，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将会彻底刷新你的认知。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目前防护力最全面的9价 HPV 疫苗。这个价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防御种类的单位。所谓9价，就代表这支疫苗可以预防9种不同类型、最常见也最危险的 HPV 病毒。这9种病毒又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类是低风险型，主要就是会引起俗称菜花，也就是生殖器疣的第6型和第11型病毒。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很多人去打疫苗的主要原因。没错，预防菜花非常重要，我们后面会讲到它有多麻烦。但真正让这支疫苗从一个生活品质层次的预防跃升到拯救生命层次的，是它能对付的第2类病毒——高
风险型。这些高风险型的 HPV 病毒包括16、18、31、33、45、52型，它们才是真正可怕的杀手。因为持续感染这些病毒，并不会只长出几颗疣，而是会导致细胞癌变。当它感染在女性的子宫颈，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癌。这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最熟知也最恐惧的结果。但它如果感染在男性的生殖器上呢，就可能导致阴茎癌；如果感染在肛门周围呢，就可能导致肛门癌。你发现了吗？这不是女性的专利，病毒的攻击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而最重要也是最炸裂的一点来了。想象一下，你不是只雇了1位保镖，而是一次雇用了9位顶尖的特种部队成员，其中2位专门帮你挡掉那些会让你生活充满尴尬和痛苦的骚扰者菜花，而另外7位则是专门防御那些会直接威胁你生命的致命刺客癌症。这就是酒驾的真正威力，但它真正革命性的地方在于，请在这处停顿一下，这是一支能预防癌症的疫苗。这句话请你放在心里，再品味一次。你想想看，我们人类发展医学至今，面对癌症，我们更多的是无奈。我们有预防肺癌的疫苗吗？没有。有预防胰腺癌的疫苗吗？没有。有预防大肠癌的疫苗吗？也没有。绝大多数的癌症，我们只能靠健康的生活习惯去降低风险，靠定期的筛检去早期发现，靠痛苦的化疗、放疗、手术去奋力一搏。但是由 HPV 病毒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癌症，包括子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以及我们等下会讲到的口咽癌，这些我们竟然有机会用1支疫苗就做到事前预防。这在人类对抗癌症的历史上是何等珍贵、何等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根据目前长期的追踪研究，酒驾疫苗提供的保护力可以长达10年以上，甚至可能更久。所以请不要再简单的把它看成是菜花疫苗了，它的真正价值是一张能让你和你的伴侣在未来数十年远离数种致命癌症威胁的珍贵保单。听到这里，我想问问你，在你之前，你知道 HPV 疫苗竟然可以这么多种癌症吗？还是你真的以为它就只是跟菜花有关？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一下你原本的想法吧。好，聊到这里，一定会有人冒出2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也是我在专栏后台最常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苏皮，我懂了它的重要性，但我现在已经50岁甚至60岁了，早就不是青少年了，现在去打还来得及吗？还有用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目前各国的公卫政策都建议在青少年时期，也就是还没有性经验之前接种，这时候的预防效益是最大化的，几乎可以达到100%。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即将要推动国中男生跟女生全面公费施打，这是在跟欧美先进国家看齐，一个非常正确的政策。但是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甚至已经中年的我们，答案是什么呢？目前国际上的主流建议是放宽到45岁。也就是说，45岁以前，只要你经过医师评估，都非常建议接种。因为即使你已经有性生活，你也不可能感染过全部9种病毒。接种疫苗依然能保护你免于那些你尚未接触过的病毒型号。那超过45岁呢，是不是就完全没用了？不，关键在于你的生活形态。如果你依然有性生活，尤其是如果你的伴侣不是单一的，或者你无法确定伴侣的过去式，那么接种疫苗对你来说就依然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健康投资。它就像是为你的晚年生活再买一份安心的保险。你总不希望年轻时躲过了各种风险，却在该享受人生的时候被 HPV 病毒找上门吧。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Suki， 我之前做健康检查，报告说我已经感染了某一型的 HPV 病毒了。那这样我再去打疫苗，不是浪费钱吗？恰恰相反，如果你已经确认感染，那你更应该去打。为什么？你想想我们刚刚说的，9价疫苗是防御9种病毒，你感染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最常见的第16型。这当然很不幸，你需要听从医嘱，定期追踪，让身体的免疫系统去清除它。但是另外8种病毒呢？它们依然虎视眈眈。你打了疫苗，虽然无法清除你体内已经感染的这一型病毒，但疫苗建立的防护罩可以让你对另外8种病毒产生强大的抵抗力，避免你在未来又因为接触到新的伴侣，或因为伴侣身上带有不同型别的病毒而遭到2次打击或交叉感染。所以简单总结一下，对于年龄45岁前都非常建议，超过45岁只要有性生活需求就值得投资。对于已感染者，不是浪费，反而是亡羊补牢，防止你未来受到更多种类病毒的侵害。解开了这2个自我放弃的念头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震撼的一个话题了。我们前面提到了 HPV 病毒会感染子宫颈、阴茎、肛门，但我们忽略了一个在现代亲密关系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普及的部位，那就是口腔。随着大家观念的开放，亲密行为的多样化，口爱这件事情已经从一个偶尔为之的选项，变成了很多伴侣之间非常受欢迎，甚至是主要的亲密方式。这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伴侣间增进感情的途径。但是一个隐藏的巨大的风险也随之而来。我们的口腔、舌头、牙龈、扁桃腺、咽喉这些地方都覆盖着一层柔软的黏膜组织。这层黏膜和我们生殖器上的黏膜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它们都是病毒可以入侵的破口。所以，当你的口腔接触到带有 HPV 病毒的生殖器时，病毒就有可能经由这个途径感染你的口腔和咽喉。而经由口爱感染了高风险型的 HPV 病毒，长期持续的感染下去，最终可能导致的就是一个近年来发病率持续上升的癌症——口咽癌。口咽癌，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它可能发生在你的舌根、你的扁桃腺、你的喉咙深处。它的症状在早期可能非常不明显，可能只是持续的喉咙痛、异物感、吞咽困难，很容易被当成是感冒或火气大而被忽略。为了让这个风险不只是一个医学名词，我必须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时间回到几年前，一位好莱坞的传奇人物麦克道格拉斯，你一定认识他。他是华尔街里的金钱游戏主宰，是本能里的警探，是一位在荧幕上扮演了无数硬汉角色、拿过奥斯卡影帝的超级巨星。在一次访谈中，他选择了勇敢地公开告诉全世界，他得到的口咽癌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口爱时感染了 HPV 病毒。这个消息在当年就像一颗炸弹投进了好莱坞和全球的舆论场。一个如此成功的顶级名人，竟然会因为一件如此私密的行为而罹患癌症，这让无数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个风险离我们这么近，而且不分身份、不分地位，风险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请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做一个心象练习。你不需要真的懂解剖学，你只需要用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在你和伴侣最亲密、最放松、最投入的那个时刻，病毒就像一个你完全看不见的刺客，悄悄地、无声无息地附着在你口腔内壁、你的舌根、你喉咙深处的黏膜上。那个地方柔软、温暖又湿润，对于病毒来说是它最完美的繁殖温床。它就在那里潜伏下来，可能几年，可能10年。
你的免疫系统好的时候可以压制它，但当你工作劳累、熬夜、压力大的时候，免疫力一下降，它就开始蠢蠢欲动，慢慢的改变你咽喉黏膜细胞的基因，一步一步把它们推向癌变的深渊。这个画面是不是光用想的就让人不寒而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个话题如此严肃地摊开来讲。因为接种9价 HPV 疫苗，它预防的不仅仅是那些我们熟悉的癌症，更包括了这个因为现代性行为模式改变而变得越来越普遍的致命风险——口咽癌。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接种疫苗绝对不是一件可有无的事，而是一件攸关你自己生命安全的大事。聊完了这么沉重的癌症话题，我们来聊点稍微轻松一点的，但同样非常恼人的菜花。很多人，尤其是男性，会觉得不过就是长几颗东西嘛，去医院用雷射打掉，冷冻处理一下不就好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太小看这个病毒了。在医学界，对于菜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形容词，叫做春风吹又生。这5个字完美的道出了它最令人崩溃的特性：极高的复发率。你可以去医院忍受着电烧的焦味和疼痛，或是冷冻治疗的刺骨冰寒，把所有看得到的病灶都处理掉。你以为你终于战胜了它，但很抱歉，病毒的 DNA 可能还潜伏在你周围看似正常的皮肤底下。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当你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洗澡时突然摸到，在原来的位置旁边又冒出了一颗新的小小的，甚至一群小小的颗粒。那种绝望和挫败感足以摧毁一个成年人的心理防线。这还只是对男性而言，对于女性情况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女性的生殖器构造，菜花可能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比如阴道深处，甚至子宫颈口。这些地方啊，是她自己根本无法看见，也难以触摸到的。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尴尬，甚至会摧毁亲密关系的场景。想象一下，当你得知你的伴侣可能被你传染，或者你担心自己被他传染时，你们的亲密时刻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不再是充满激情和爱意的交流，那会变成一场小心翼翼的、充满猜疑的身体检查。你可能会忍不住想仔细看看他的私密处有没有任何异状，你甚至得鼓起勇气请他去妇产科，让医师用冰冷的窥阴器仔细的一遍一遍的翻找和检查。在那个氛围下，在整间的灯光下，在医师严肃的表情下，我想再浓烈的情绪和爱意也都会瞬间烟消云散了。这就是菜花真正的破坏力，它折磨的不仅仅是你的肉体，更是你的精神和你最真实的亲密关系。所以你真的愿意为了省下几针疫苗的力气，而去冒这种事后治疗无穷无尽的麻烦和陷入关系尴尬猜忌的风险吗？我想聪明的你心中早有答案。说了这么多，从震撼的数据到癌症的威胁，再到恼人的菜花，我希望你已经明白 HPV 这件事从来都不只是女人的事，它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而身为男性，你更应该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所以最后，请让我为你总结今天最重要的3个护身符，请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第一，最基础的安全性行为，戴保险套是预防所有性病的基础，但请你务必记得，保险套只能覆盖它所包覆的范围，对于没有遮盖到的皮肤接触，比如阴囊、大腿根部，甚至口腔，它的防护力是有限的，所以它很重要，但它不是100%的保证。第二，最根本的接种疫苗，这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有性生活，或者你预期未来会有，你都应该去咨询医师，认真考虑接种9价 HPV 疫苗，为自己的身体建立起最全面的防护网。第3，也是我今天最想对男性朋友们说的，请你务必主动。男性感染率更高，但男性因为生理构造的关系，感染后往往没有症状，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变成一个沉默的传播者。你接种疫苗不只是在保护你自己，预防那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阴茎癌、口咽癌和菜花，更重要的，这是在保护你爱的他，保护你现在或未来的每一个伴侣，不让他因为你的疏忽而暴露在罹患子宫颈癌的巨大风险之下。这份主动是一种深度的体贴，更是一种现代男性最有魅力的责任感体现。保护自己就是保护爱人最好的方式。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健康有了新的认识，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也建议你立刻保存这支影片或分享给你在乎的人，因为这份重要的知识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我是 Suki， 我们下次见。